英国20岁女孩亲手结束了父亲的生命。经过7个月的调查和审理，女孩被法院给予无罪判决。女孩为什么这样对待父亲，又是为何被无罪释放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对不起，我不讲他死。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案件发生在英国约克郡的米德尔斯伯勒。2019年6月20日的晚上，当地警局接到了一个女孩焦急的报警电话。女孩在电话中充满恐惧，哆哆嗦嗦地对着接线员说：“我捅伤了我爸爸。”警方在询问了地址后，马上赶往现场，将已经受伤的父亲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报警人，也就是行凶的女孩，也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。在审讯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，医院就传来了一个坏消息：刚刚被送到医院的父亲，由于左肺的一个18厘米深的伤口，抢救无效，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报警女孩马上背上了谋杀的罪名，警方也马上展开对女孩的审讯。这个女孩呢，名叫杰西卡·布雷兹，案发时刚刚20岁，而被他刺伤死去的正是他的父亲布雷迪，这年49岁。据杰西卡交代，在2019年的6月20日这一天，身为养老院护工的杰西卡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家。当时他的父亲布雷迪正在家里吃外卖，看到女儿回来后他就把外卖丢到了一边，直接给了女儿一拳。至于为什么要打她，杰西卡说是因为布雷迪不喜欢自己交的男朋友，更不喜欢她和男朋友在外面约会。父亲平时呢，在家里经常对她和妈妈拳脚相向，这次更是下手很重，一下就将她打倒在地，却还是不解气，想继续殴打。这时杰西卡的母亲急忙赶来，挡在了中间，暂时阻止了父亲的拳打脚踢。不过呢，杰西卡的母亲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地位，和女儿一样，她一样是经常被家暴的受害人。因为这种暴力不是1天2天了，杰西卡的母亲知道，最好马上让女儿躲起来，否则女儿会被打得更厉害。所以她就叫女儿先回到自己的房间去。杰西卡吓坏了，在母亲跟父亲纠缠之前，她被父亲已经打得鼻青脸肿，还被吐了几次口水。惊恐的她就蜷缩在沙发上哭泣。当听到母亲说快点上楼，杰西卡才奔到母亲的房间，然后想要从窗户跳出去逃走。谁知道父亲追了上来，关上了所有的窗户，连家里的门也全部都拴上了。看到女儿想反抗和逃跑，父亲布雷迪就扑了上去，作势要掐死女儿。当妈妈又赶来救人时，布雷迪就抢走了女儿和妻子的手机，然后大喊大叫：“你们2个死女人，别想逃出去，没有出路的！”接着，布雷迪又把人拖到楼下，并开始威胁要把杰西卡和母亲一起解决掉。就在布雷迪对母亲动粗时，杰西卡再也受不了了，脑袋一片空白的她忽然就从厨房抽了一把刀出来，从后面刺向了父亲。布雷迪没想到女儿敢跟自己动手，愤怒地骂了一句：“你他妈是不是捅了老子一刀？”随后便血流不止，倒在了沙发上。杰西卡和母亲非常害怕，根本不敢靠近，唯恐布雷迪重新站起来继续对他们施暴。等父亲一动不动了，杰西卡才颤抖着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并告诉接线员：“我刺伤了我爸爸。”警方在杰西卡的叙述中大致了解了整个案情的经过，但这些也仅是杰西卡的一面之词。杰西卡有没有说谎，是蓄谋还是意外？警方需要更加细致深入的调查，但接下来调查得到的结果更是令警方倍感痛心。警方首先从案发现场入手，作案所用的刀具为家中的水果刀，房屋各处所呈现出来的情况与杰西卡的供述基本吻合。警方随后问询了杰西卡的妈妈凯莉，凯莉也告诉警方，她和女儿的生活几乎是完全被布雷迪控制和虐待的炼狱。原来，母亲凯莉小时候不太懂事儿，15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布雷迪，16岁时就怀上了布雷迪的孩子，正是女儿杰西卡。而这个时候的布雷迪多大年龄呢？已经28岁了。28岁的成年男性要控制住一个16岁的女孩太容易了。布雷迪身体强壮，有暴力倾向，多次被送进监狱。母亲凯莉这个时候还太小，布雷迪对凯莉的虐待让这个女孩完全不敢生出求助或反抗的心理，只能默默忍受。在杰西卡出生之后，前6年根本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，因为那时候布雷迪还在监狱里。等到布雷迪出狱后，基于他的犯罪记录，孩子不能跟他住在一起，杰西卡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，一直跟奶奶住在一起，直到杰西卡13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。但噩梦也就从这个时候
开始了。对于这个自出生就没见过几面的女儿，布雷迪没有因为没能承担孩子养育的责任而感到愧疚，更没有正常家长应有的关怀、疼惜和保护。相反，这个掌控欲极强、有暴力倾向的男人，把女儿当成了另外一个任由自己发泄情绪的工具。13岁的杰西卡刚刚跟父亲住在一起，就遭到了父亲的暴打，拳打脚踢像暴风骤雨一样落在他身上，烟灰缸、酒瓶都被毫不留情地扔向他。杰西卡告诉警方，父亲曾拿起一把砍刀抵住她的喉咙，说：“做我的女儿，你太幸运了。”而这才只是个开始，一次又一次的被殴打，这个女孩已经习惯了痛苦，也习惯了被虐待，就像她的母亲一样。母亲凯莉说：“我活了这么大，从来都是被这样对待的。你不会意识到虐待的发生，因为它已经成了你生活的日常。从来如此不代表这就是对的，但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，都无法保护彼此。母亲凯莉曾经被硬生生掐得晕了过去，但他们从来没有报警或者用其他方式来举报这个男人的暴力行为，因为不敢。除了身体暴力，精神上的折磨也如影随形。家人们说，布雷迪对待自己的女儿就像对待一条狗一样。母亲早已认命，她几乎一辈子都屈服在这个男人的淫威之下，是极端身体和精神虐待的受害者，保护不了自己，也保护不了女儿。杰西卡渐渐走上了跟母亲一样的道路，屈服在父亲极强的掌控欲中，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正常。但她偶尔也想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这也是一种奢望。每次只要他回家晚了，父亲就会大发雷霆，几乎把整个家，包括他和母亲都毁掉。惊心动魄的那一夜过后，父亲死亡，女儿入狱，母亲被传唤成为控方证人。母女俩事发之后有7个月都没有见面。对于20岁的杰西卡来说，在监狱里的这7个月是可怕的。她的生活天翻地覆，捅死了自己的父亲，被指控谋杀。当母女2人一点点地把伤疤呈现在大众的视野后，无论是舆论还是警方，包括司法部门，都开始重新审视这起案件。也许这并不是谋杀，也许这起案件连过失杀人都算不上。杰西卡接受了2次心理评估，医生认为她并没有人格障碍，没有反社会的倾向。相反，从她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判断，她的成长环境是非常不健康、非常糟糕的。布雷格对她的虐待不仅仅限于身体上的暴力，也包括心理上的虐待。常年的羞辱和打击杰西卡，让杰西卡一直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，这导致了杰西卡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一些适应障碍。另外，警方对布雷格曾经的家暴历史进行了分析，结合杰西卡的妈妈、亲友们的描述，确认了在过去10多年里，布雷格的确有酒后施暴的习惯。杰西卡的母亲也经常遭到布雷格的虐待和羞辱，但母女俩在心理上都不敢反抗他。案件经过近7个月的审理，2020年的2月3日，终于有了判决结果。经过了近5个小时的庭审，法庭宣布杰西卡是无罪的。她捅伤父亲并导致去世的行为是出于自卫，不用负担过失杀人的罪名。听到宣判的时候，杰西卡双手掩面痛哭，走出法庭。在被媒体问到对判决的感受时，她回答说：“很高兴，一切都结束了，这一切太可怕了。” How's the last 7 months been for you? What's got you through it? My family. 在被问到他对过去这7个月的感受时，他却没有刚才所说的高兴，只是反复说着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。”杰西卡所说的不知道，可能是对于反杀父亲一事的无法接受。在法庭上，他曾经告诉陪审员，自己并不希望父亲死，他仍然是我的父亲，我仍然爱他，我不想他死的，我只是希望他能停下来。本期案件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了。写过不少案子，其中家庭暴力导致的悲剧并不算少数。我们如何从根源上避免类似的悲剧？看视频的男同胞们，希望我们都能有点英雄气概，有本事拿到社会上大展拳脚。老婆孩子是用来保护的，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周全，而不是社会没对他们造成伤害，反而是我们伤害了最亲近的人。我也查阅了许多资料，如果男的你就是忍不住对老婆孩子动手，你这是病，得马上治。
而女人孩子如果在家里遇到了家庭暴力，别忍着，也别听男的伤害之后的声泪俱下。家暴没有1次2次，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老爷们儿，咱们长点本事，别在外面唯唯诺诺，回到家里你来个重拳出击。女人孩子对于家庭暴力一定要零容忍。其实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家丑不可外扬特别不好。查阅了一些资料，全国妇联的统计显示，我国有24.7%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，而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。所以，女性孩子，如果你正面对着家暴，要勇敢地说不。回到这起案件，显然这是一个悲剧。劣迹斑斑的父亲对着妻女拳脚相向，而长期受到虐待的凯莉和杰西卡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下不能自拔。最后，女儿误杀了自己的父亲。对于杰西卡来说，我想她并不会快乐。对于一直以来带给她痛苦的父亲，她有的不只是憎恨，还有爱。可惜她再也没有父亲了，并且是死在他的手上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